大叔每次做饭要先洗一盆碎玻璃，洗完再加上几勺白糖，直接就端上了餐桌，放着一桌菜不吃，他却只想吃玻璃。老婆怕他吃死了，想让大叔吃一块玻璃就上一口菜，但大叔根本不听，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。一天吃的玻璃可以填满2个啤酒杯，现在还越来越离谱，上班都要带着满满一杯玻璃碴子，没事就赶紧拿出来吃一块，走到哪都带着。下班后就去玻璃店挑选零食，挑挑拣拣弄了一大袋，回家还要根据口味给他们分类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医院的点滴瓶是他的最爱，吃起来酥脆有嚼劲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，不过呢也很爽口。记者忍不住问他，到底为啥要吃玻璃呢？没想到大叔却反问起了记者，那你为什么要吃饭？为什么要喝酒？为什么要抽烟？看咖喱嘛，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这把记者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大叔你冷静点啊喂！来到晚上，大叔去聚餐，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直接把酒杯给吃了。老板说每次他来吃饭，饭店酒杯就会少好几个。酒足饭饱后，大叔也终于说出了吃玻璃的原因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那件小事。当年大叔还是个初入职场的毛头小伙子，刚签了一个大合同，正在陪客户吃饭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户一番羞辱，说他不爷们。这话伤了大叔的自尊，一气之下吃起了酒杯，就这样一吃还吃上瘾了。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他身体真的健康吗？没想到啊，大叔却在医生面前表演起了吃玻璃，医生直接吓得不敢看，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仪器检查吧。检查发现大叔其实有肠道问题，医生说大概率就是吃玻璃导致的，虽然目前看起来问题不大，但还是要停止这种行为，否则会导致肠梗阻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幼鸟刚出生就被父母逼着跳崖，从120米高的悬崖跳下来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，但幼鸟父母却不得不这样做，因为不跳的后果同样可怕。这种鸟就是藤壶蛾，它们为了躲避天敌，会把巢建在120米高的悬崖上。经过25天，成功孵化了3只幼鸟。虽然天敌没有了，但最大的挑战还在后面。它们主要以青草或水生植物为食，食物来源都在1公里外的河边。藤壶蛾父母来到悬崖筑巢已经精疲力尽，孵蛋更耗尽了所有精力，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再给幼鸟喂食了。如果幼鸟在36小时内不进食，就会被饿死。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幼鸟直接到河边进食。藤壶蛾父母看着120米的悬崖，做了个决定，让幼鸟跟自己跳下去。鸟爸爸观察了风力以及崖底的情况，接着给幼鸟做了个示范，率先飞了下去。他飞到半空中的一个平台，不停呼唤着幼鸟，可幼鸟现在根本就不会飞，刚出生就要跳崖，这命也太苦了吧。他们紧紧跟着妈妈，鸟妈妈也别无选择，狠心离开了。3只幼鸟一脸懵，一出生就没得选。不过老大很勇敢，踉踉跄跄来到悬崖边，看了看父母离去的背影，纵身一跃。幼鸟在降落过程中不断张开身体，试图增加空气阻力，但即使这样，也相当于自由落体，最后重重摔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看来凶多吉少了。但就在这时，奇迹发生了，幼鸟双腿一蹬叫了起来。非常幸运，它活下来了。看眼神有些迷离，明显摔懵了。但它的危险之旅还没结束，现在已经完全暴露。远处一只乌鸦盯上了它，不过还好，鸟妈妈及时赶到，但乌鸦并没打算放手。好不容易发现的美食，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。鸟妈妈挡在幼鸟前面，不停发出驱赶的声音，但乌鸦毫不在意，率先发起攻击。乌鸦太狡猾了，来了个神龙摆尾，把鸟妈妈甩在身后，一把就叼走了幼鸟。他们就这样失去了第一个孩子，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剩下的2只幼鸟身上。紧接着老二也纵身一跃，很明显起跳角度不太好，刚下落一会就撞到了岩石，接着又是一连串的碰撞，最终丢掉了生命。现在只剩最后一只幼鸟了，跳和不跳都难逃一死，只能搏一搏了。刚开始下落都很平稳，看起来能完美落地。鸟妈妈看在眼里，却无能为力。接二连三的重击对幼鸟来说是致命的，最后它卡在了石缝里，捡回一条命。鸟妈妈指引它继续往下跳，最终落在了积雪上。积雪很好的做了缓冲，它顺着积雪往下滑，最终他们平安来到了地面。藤壶蛾父母带着唯一的孩子往河边走去。据统计，藤壶蛾的幼鸟只有33%的几率能活下来。虽然看上去这种行为在自寻死路，但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。一群专家对着一坨大便又摸又闻，还用吸管收集起来，只因这坨粪便不一般，是这面墙拉出来的。每天早上这面墙就会出现满墙粪便，有长有短，有粗有细。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，但什么动物会在墙上拉屎呢？大叔认为应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，但仔细想想，自己并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啊。他甚至偷偷安装了监控，始终没有拍到任何可疑人员，但粪便每天还是准时出现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这到底是谁的大便呢？大家请来专家，决定从大便入手。专家对其取样化验，只要提取到其中的 DNA，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
节目组也没闲着，又偷偷安装了几台摄像机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整条街道，一直到早上都没拍到什么可疑人员，但粪便还是准时出现了。大家仔细查看监控录像，发现大便是突然从天而降的，没有任何征兆，确实是奇怪啊。与此同时，粪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，专家说这就是人类粪便，而且还是个女人的。听到这消息，大叔更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底是谁做的呢？既然是人为的，那一定能拍到他。节目组把整个街道都装满了摄像机，发誓一定要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终于在第5天拍到了大便的飞行轨迹，还拍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监控显示，大便就是对过邻居丢过来的。看到这个结果，大叔懵了。邻居名声挺好的，实在想不明白他们为啥会这么做。白天节目组拜访了邻居，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，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，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说可以帮忙打扫，以后会看住妻子，不会再让她乱丢便便。知道真相后，大叔也表示理解，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，起码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，大不了就勤快点刷墙呗。狗狗一瘸一拐爬回了家，主人看到却差点吓死，因为这狗4天前就死了，死于一场车祸，明明都埋了起来，现在却活生生出现在眼前，从受伤的后腿还能看出车祸的痕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时发生车祸后，狗狗很快就停止了呼吸，主人非常伤心，邻居大叔帮忙把它埋到了附近山上。但之后的几天，主人隐隐约约听到一声熟悉的狗叫，起初还以为自己幻听了，后来老公也听到了这叫声，他们循着声音找去，终于在附近水沟找到了死而复生的狗狗。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议，死而复生真的存在吗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夫妻俩赶紧把狗带回了家。听到消息的邻居更加震惊，毕竟是自己亲手埋起来的，所以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它到底是怎样活下来的呢？专家发现埋葬的地方深度比较浅，土壤颗粒很大，而且非常松软。如果狗狗没死的话，可以很轻松地爬出来，通过土壤上的痕迹，就可以判断出狗狗的爬行轨迹。狗狗就是这样拖着后腿，一点点往家的方向爬，过程中掉进了路边的小水沟，狗狗才得以活了下来。最终在这里被主人发现，随后狗狗被送去治疗，经历了长达4个小时的手术，骨头都恢复了原位，只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，狗狗就可以重新站立了。省流，狗子没死透。一张课桌大小的水坑，竟夺走了上千条性命。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公鸡，在水上只漂浮了5秒钟，接着就倒在了水里。当地人谈之色变，据说无论什么动物，只要一靠近水坑，就会失去知觉，甚至丢掉生命。考察队刚来到这里，还真在水坑边发现了几只死鸟。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大家把一只公鸡放了进去，只见这公鸡扑腾了几下，就开始萎靡不振，好像真有什么东西把它的魂给抽走了一样，眼看着就要死掉了。大伙赶紧把鸡拉了上来，经过10多分钟，公鸡才慢慢恢复知觉，看着仍然非常虚弱。大家终于感受到了水坑的威力。考察队认为，这水坑处在深山老林之中，而且是一潭死水，加上平时掉在里面的动物尸体，久而久之水中可能就生成了一些有害物质。接着取了一些水样，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测。然而结果显示，水坑虽然看起来比较脏，但水质并不差，没有任何有毒的微生物，甚至都可以直接饮用。就在一筹莫展之际，村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。原来之前就有一些胆大的村民组队来寻找过水坑的秘密，他们总会遇到一个神奇的现象，每当拿火把靠近水坑的瞬间，火把就会突然熄灭，都不清楚为什么会熄灭，但可以肯定不是风吹的。怕大家不信，村民直接找来火把要演示一番。明明离水面还有一定距离，可火把真就莫名其妙的熄灭了。再次点燃火把，小心翼翼的靠近，还是照样熄灭了，确实有点怪啊，说再多都没用。大家收集了气体去分析，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，这气体中2氧化碳浓度高达 96%， 属实反常。地质专家分析后说，这属于火山活动后期的一种放气现象。小水塘地处火山地带，地下有很多裂缝，大量的2氧化碳就沿着地层裂隙溢出地面，再加上水塘周围的半封闭环境，2氧化碳浓度变得异常高，导致进入水塘的动物就会中毒死亡。村里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这条小溪里泡一泡，他们说小溪里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神清气爽，有的还会把这水接回家，一脸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记者忍不住了，说什么都要感受一下。我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演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真的有被电到，不过感觉挺爽的，甚至还有点上瘾。节目组摄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这演的太假了，你当观众是傻子？我来试试，这也没事啊。靠！摄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这石头真的带电了。接着他们摸了摸旁边的石头，没有任何感觉，整条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专家也被电了一下。为了寻找答案，大家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发现了一间房子，看样子很久没住人了。刚想进去了解情况，
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果然有电。看来这房子漏电了。拉下电闸后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那块石头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原因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电路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。没想到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。你们真是造孽啊！大妈刚从银行取了钱，却故意丢在了板凳上，把钱还给他。他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，接着放声大笑。看到有镜头在拍他，大妈神色慌张地跑开了。走访一圈才知道，这大妈的反常行为还不止这些。附近菜市场的商贩都收到过大妈送的钱，每天送2万韩元，丢下钱就走，从不说话，真的是奇怪呀。大家在市场安装监控，经过漫长等待，大妈终于出现了。大家偷偷跟踪她来到银行，只见她取完钱又随手送给了一旁的老太太。出门后又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，一出手就是3万韩元。大家继续跟踪，发现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。在买了几个汉堡后，她开始给身边陌生人分享，剩下了一个，她一口没吃，直接丢进了垃圾桶。这种种怪异举止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大家一路跟到了大妈家，才发现她家并不富裕，甚至还有点破。问她为啥要给别人钱，大妈却一口否认。大家拿出拍到的送钱视频，大妈立马改口，说自己是奉命办事，是山神让她这样做的，然后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，越说越离谱，看起来精神不是很正常。另外大家还发现大妈财务状况并不好，存折上也只有7万多韩元，甚至水电费都没付，生活本身就很困难。大家去社区街道走访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情况，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。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医院看看了，结果一听去医院，大妈直接哭了起来，说自己必须要听山神的话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，让大家不要管她。看起来病得确实不轻啊。经过连续几天劝说，大妈同意去医院。和心理医生交流过程中，大妈还是不断的胡言乱语。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，同时还出现了幻觉，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。之前收到过钱的商贩听说大妈的情况后，都表示要把钱还给大妈，还要给她温暖，让大妈感受到被爱，赶快好起来，省流。大妈得了精神分裂症，男孩去配眼镜，却被医生要求看课文，他的反应让医生目瞪口呆。机器显示他1秒就可以看2131个字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说1分钟就可以看完一本100页的书。学校里他只是简单的翻书，却引来了同学们的围观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翻完书他竟然说看完了，同学们让他把故事讲出来，结果呢他还真就复述下来了。为了验证真假，节目组拿了本新书让他看，不到1分钟又看完了，随机提问和书有关的问题，结果全部回答正确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超能力。用专业仪器测算他的阅读速度，结果连专家都服了，阅读速度太快，差点连机器都无法识别。专家还发现他看书时大脑皮层异常活跃，表现出了更高的专注力，也就是说他看书就好像我们玩游戏一样享受。一年看的书能堆满整间卧室，吃饭的时候看，上厕所的时候看，甚至连睡觉也。而这个没法看，那怎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超能力呢？男孩说自己在翻书的过程中，大脑会对每一页拍照，然后存储起来。为了彻底理解消化，看完书他要再复述一遍并且录音，这样来增强记忆。说实话，这种超能力我是不信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，整条街只有这棵树，每天早上都会剧烈晃动，鸟都不敢在此停留。往下一看，才发现有个大叔在疯狂的拿头撞树，哐哐1分钟就要撞60次，都撞出血了。大叔却说这样对身体好，脑袋锻炼完，肩膀也不能少，拿出药膏随便涂一涂就好了。这样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已经锻炼5年了，还让记者摸摸看，果然已经练就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大叔还一脸傲娇劝大家不要模仿，否则很可能脑袋开花哦。这条街上的店主都说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树，就没见过额头不流血的时候。不过呢，还是心疼这棵树多一点。大叔看起来一身的暴力，工作起来却非常安静，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脱下拳击手套，拿上锤子，成了一个修鞋的。由于摊位所在区域治安很差，经常发生一些打架斗殴的事件。为了防止别人找自己麻烦，他决心变成一个狠人，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所以就开始了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拳击馆。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熟练地缠上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。毕竟久疏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60岁大妈来做 B 超，医生却在她肚子里发现了一朵花，花瓣清晰可见，甚至还有花粉。大妈说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。刚开始呢，医生是不信的，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发现问题并不简单，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，检查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，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，看着就像在肚子里长出来的。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点，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，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？正常来说，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，很快就会被消化掉。医生百思不得其解，接着询问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。
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，最近在努力减肥，只喝了大量的水，没事的时候就去学习插花。然后大家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，大小一模一样。于是大家想到了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在他修剪花朵时碰巧打了个喷嚏，花朵掉进了水杯里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。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，胃液被稀释，不足以腐蚀花朵，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。为了验证这一猜测，医生还做了实验，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水，吞下了几朵花，接着来做检查，果然就看到了一片花瓣。继续深入检查，但始终没有发现完整的花朵。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实属罕见，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，才导致了这种巧合。省流，韩国奇葩多，大家随便看看就行。他们在独居女生家里装了监控，还拿专业仪器到处扫描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小姐姐家里有点怪。她家电视总会无缘无故的自动打开，出门前明明关闭了电视，回来电视就自己打开了。尤其是在3更半夜，电视还经常自己播放恐怖片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刚开始呢，小姐姐也没当回事，慢慢的这怪异现象越来越频繁。她开始查看电视的各种设置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售后也来看过了，都找不到问题所在，甚至给她换了一台新电视，还是会出现自动开机的情况。她当着大家的面关上了电视，没一会电视果然就自己打开了。大家怀疑是遥控器出了问题，取出电池后，正对着电视又安装了监控，没几分钟电视又打开了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专家说电视遥控器发出的是红外线信号，所以他家里可能存在一个能发出相同红外线信号的电器。接着大家对屋内所有电器展开探测，最后怀疑是这个插排的问题，但断电后仍然可以检测到红外线信号。大家又尝试关闭了无线路由器，紧接着红外信号明显降低，那说明问题就出在路由器上。但专家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，专家说了一堆有的没的，我也没听懂，反正就是怀疑路由器的适配器有问题。拔掉适配器后，电视果然没再自动打开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适配器产生了不必要的红外线，恰巧和电视匹配，就这样打开了电视，一切都是巧合而已。随后换上新的适配器，电视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大叔为了健康，每天往膝盖钉钉子，5厘米长的钉子被他硬生生敲进了膝盖，接着用拔罐器对着伤口抽血，问他为什么要折磨自己，他却说自己在享受。每当感到疲倦时，就会从身上抽血，抽完立马感到异常轻松，下班了抽一管，睡觉前也要抽一管。就这样做了10年，老婆看到他在后背钉钉子，直接吓到腿软，怕他钉死了，说他有次放血过多，都站不起来了，为此还在家休养了3个月。然而他却并不在意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在腿上放血不过瘾，直接开始往头上钉钉子，这导致他大量脱发。他却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，更坚信放血疗法对自己有用。然而医生听说后都懵了，说他的想法和方式都是错的。不仅如此，如果钉子损伤了神经，有可能导致瘫痪，而且检查发现他血液里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他根本就没病。下面就没啥好说的了，进行心理治疗吧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大叔曾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吃过很多的药。再后来他觉得自己体内药物残留严重超标，认为自己的血不干净，才想着用拔罐器抽血来放毒。不过还好，大叔最后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行为，回家就把拔罐器砸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用运动代替了放血疗法，生活步入正轨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们用胶带把大姐的眼睛遮了起来，接着让大姐做数学题。他们只是想求证一件事，因为这大姐说自己有3只眼，即使遮住双眼，仍然可以看东西。说着就要展示自己的绝技，戴上特制的眼罩开始读报纸，结果还真一字不差地读了下来。而且大姐还上过电视，被多家媒体报道过。难道真的有特异功能？大家决定换一种测试方法，先在角落偷偷画了几个图形，然后让大姐照着画出来。没想到还真难不倒她，众人都叹为观止。大姐表示自己这属于第6感，能感受到周围磁场的细微变化。平时在家都蒙眼打扫卫生，就是为了不断训练第6感。不过呢，凡事要讲科学，毕竟眼罩是大姐自己准备的，说不定里面就有猫腻。于是节目组现场制作了一个眼罩，又用胶带把她双眼遮起来，现在完全看不到任何光线。那先来道计算题吧。计算过程中，大姐表现得很奇怪，她始终侧着身子，不停转头，好像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。他解释说要用一侧的鼻孔感受数字，这时大家开始怀疑他的真实性，随后想到一个绝对不会作弊的方法，直接把黑色胶带贴在眼睛上，这样就没有任何缝隙了。那么好，测试继续，在距离他3米的位置举起扑克牌，让大姐猜手上拿的是什么。这时大姐突然开始发功，一阵手舞足蹈后，什么都没猜出来，大姐却要求休息片刻，说能量用完了。只见她不停地大口吹气，片刻后就看到胶带被她偷偷吹出来一条缝隙。接着大姐表示可以开始了。为了防止她透过缝隙偷看，记者把扑克又举高了一些。大姐仰着头又是一阵比划，说记者拿的是一张小卡片。随即记者偷偷丢掉扑克，比了个数字3。这下她通过缝隙也没看清楚到底是数字几，随便说了个数字4。知道自己回答错误后，大姐突然说自己头好痛，第6感能量已经耗尽，今天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。随后匆匆离开了现场。这就没啥好说的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异功能，省流，骗子。
他只是简单吃个炸酱面。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他，大家都觉得他有病，因为他往面里加了一大勺白糖，又甜又咸的口感让他流连忘返。大爷还一本正经地表示，炸酱面就应该是甜的才好吃，说加白糖是为了健康，这是什么鬼道理？大爷在村里很出名，出门前必须在兜里装几10块糖，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，自己的嘴巴永远不会闲着，随时随地来一颗。他说每天都要吃60颗，可以说除了睡觉就是吃糖，但糖果只能算是开胃菜而已。又到饭点了，大爷打开了糖罐子，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，做了个白糖拌饭，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。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，他连泡菜都要蘸糖吃，这谁受得了？说来也是奇怪，每天吃这么多糖，大爷身体却很健康，从不吃糖的妻子却得了糖尿病，真是造化弄人啊。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咖啡消消食，里面又加了8勺糖，搅拌搅拌一饮而尽。就这种喝法，他每天都要喝5杯，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，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。妻子一直想不通，应该是老伴得糖尿病才对啊，造化真是弄人了。话说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？大爷轻蔑一笑，说自己的牙早就掉光了，10年前就用上了假牙，反正不是自己的牙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嘿嘿。大爷说之所以吃糖都是为了健康，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不得不戒掉了烟酒，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。好消息是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，坏消息是吃上瘾了。大爷说自己吃了这么多糖，不仅没事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尽管已经80岁了，身体却很健康，血糖也查了，心电图也看了，还真没有任何问题，也没有的糖尿病，就是血压有点高，总体看来还是糖果影响的。医生说如果能减少糖的摄入量，身体会更健康，不过这建议大爷并不接受，说自己都80了，活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自己开心最重要。说完拨块糖放嘴里，潇洒地离开了医院。一家人都是女的，家里却常被5把刮胡刀，因为她们脸上都长满了胡子，从鼻子一直延续到脖子，摸起来又粗又硬，腿上的毛更严重，就像穿了秋裤一样。奇怪的是，母亲脸上却干干净净的。母亲说他们出生时脸上就有毛发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直到看见挂在墙上的父亲，一切恍然大悟。去世的父亲毛发更严重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脸上的胡子也越来越旺盛，也尝试过刮掉，但越刮长得越浓密，满脸毛发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。同学都嘲笑他们是猴子，他们变得抑郁焦虑，姐姐甚至放弃了上学，选择在家里帮忙种地。毛发摧毁了她的梦想，为了让2个还小的妹妹摆脱毛发的束缚，她带妹妹来到医院，医生表示这就算是遗传，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，在学术界还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案例。虽然他们接受了激光脱毛，但头发很快又长回来了。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心，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。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，但只要有希望，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。最后姐姐也想开了，如果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。她每天吃饭要先倒上3碗汽水，温度还必须是常温的，这就是她每天的主食。这一点点米饭只是配菜而已，1勺汽水就这1口米饭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饭接着又炫了一瓶1.5升的汽水，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。大叔说每天都要喝3瓶1.5升汽水，已经连续喝了33年，就连吃药都是用汽水送服。问他为啥不喝水，他却说喝水会死。这回答把小哥都逗笑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，喝下一大口，紧接着他开始疯狂呕吐，额头也渗出了汗，神情变得恍惚起来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。大叔说从4岁开始就不能喝水了，他认为都是因为4岁时做的那场手术，手术的副作用导致他对汽水上瘾，就这样喝了33年汽水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牙齿也被腐蚀坏了，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水平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，有些关节都粘在了一起，情况非常严重。至于他为啥不能喝水，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当时手术后服用的药物引起的恶心反应，这种恶心反应被他错误地认为是水导致的，加上心理作用，他就认为自己不能喝水，只要改变错误的观念就好了。几天后节目组回访，发现他把家里的汽水都丢了，现在每天都吃蔬菜，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。你看33年的习惯都可以改变，所以说改变自己从来不会晚。每天睡觉前，整个楼的人都要摸一摸水管，确定没动静才敢睡觉，因为一到半夜，公寓就会传来凄惨的哭声，声音开始前水管就会震动，已经成了一种信号。哭声是从墙里传来的，声音大到整个房间都有回声。小哥说这声音听着非常恐怖，有多恐怖呢？接着打开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一般都会持续90分钟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半夜12点，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。公寓住户都听到过哭声，也录到过一样的声音，他们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，
物业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。大家每天都活在恐惧中，有人都不敢回家，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为了帮大家解决问题，记者拿着录到的声音去找专家，很快就发现了异常。专家表示这声音很有规律，更像是一种人为录制剪辑过的。简单来说，应该是有人专门录制了这个哭声，通过扬声器循环播放的，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到底是谁在搞恶作剧呢？大家在公寓安装了摄像头，想找到这个罪魁祸首。接下来就等声音出现了，结果等了一晚上，完全没有声音。大家没有放弃，继续在公寓布置了更多摄像头，一直等了2天，声音都没再出现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，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。在这里采蜜要提前带上1只公鸡，给鸡头淋上一点白酒，进行完一场奇怪的仪式才可以进行采蜜。这种蜂蜜1斤就要5000元，吃上几口就会醉得不省人事。然而摄像小哥根本不信，浅尝了几口，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生不如死。在尼泊尔的大山中，生活着一个专门采蜜的古龙部落，他们与世隔绝，当地的老人都很长寿，据说就是因为长期吃这种蜂蜜。又到了1年1度的采蜜季节，他们带上要用的绳索就出发了。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，来到大山深处的悬崖，悬崖上一块硕大的蜂巢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他们到现在还延续着古老的采蜜传统，采蜜前要做个仪式，献祭1只公鸡，以表示对大山的敬畏之心，顺便祈祷平安。仪式完成后，现场制作梯子，把木棍插在用竹子编织的绳索中，再加以固定，就做成了天梯。接着在梯子上浇水，避免采蜜时被烧坏。一切准备妥当，他们来到悬崖顶部放置天梯，采蜜前又点燃了火堆，用烟雾驱赶蜜蜂。这里的蜜蜂体型很大，尽管有烟雾，蜜蜂仍然咄咄逼人。其中一个同伴穿着短裤，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爬上了天梯，一步步接近蜂巢。他持续用烟雾驱赶着蜜蜂，等蜜蜂跑得差不多了，开始了采蜜环节，用工具切掉蜂巢，蜂巢掉落到下方的竹篮中，等收集到满满1竹篮，团队成员就会把竹篮拉上去。他们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看得出来今天是丰收的一天。现在他们开始过滤杂质，手动挤压蜂巢，经过竹篮的过滤就可以得到纯净蜂蜜。摄像小哥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，村民说1次不能超过3勺，否则就会产生幻觉。小哥没在意，直接吃了一大块，吃完还忍不住舔手指，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村民听到这话微微一笑，完成了采集。他们收起天梯启程回家，临走前还会故意留下几块蜂巢给山里的动物，以此来感谢大山的馈赠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小哥开始出现幻觉，醉倒在路边，接着还吐了起来。他终于体会到了蜂蜜的威力，随后他突然开始抽搐，紧接着就不省人事了。村民却并不担心，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休息片刻后，小哥终于恢复了意识，但还是不能走路，村民也只好背着他。蜂蜜之所以有这种效果，是因为山中有大量的杜鹃花，花粉中含有一种毒素，蜜蜂用这种花粉酿造的蜂蜜也自然含有了这种毒素，所以吃完就会产生幻觉。当地人一般会在蜂蜜中加入特殊的草药来分解毒素，沉淀一段时间后才能正常食用。这种5000斤的置换蜂蜜，你敢尝试一下吗？这是一种用脚丫子采出来的酒，好不好喝全凭脚法。这个印度家庭作坊仍然使用古法酿酒工艺，生产过程还需要蚂蚁的帮助。这种酒就是腰果酒，每到腰果成熟的季节，他们每天都会去捡掉落的腰果，收集完成后需要一个个的取出种子。这种生腰果可以卖给工厂进行烘烤加工，就成了我们平常吃到的干果。剩下的果肉就用来制作腰果酒。第一步榨汁，这是个体力活，需要家庭中的男性完成。大叔穿上裹满泥浆的靴子，站在里面就是一顿猛踩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其实是他的独特脚法。他的脚步又快又密，保证每一颗腰果都能充分享受到足底按摩。雨靴上的泥巴很快就被果汁洗得干干净净。就这样一搅一搅，果汁混合着泥水以及汗水流进容器里。为了尽可能的榨干果汁，他们还会把果肉堆积在一起，用绳子绑起来，在上面压几块石头，就这样静置1夜，挤出最后一滴。收集到的果汁要用纱布过滤一遍，去掉大块的果肉杂质，然后将果汁静置发酵2-3天，直到发黄冒泡。接着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，蒸馏。把发酵好的果汁倒入锅中，上面再套一个桶，随后用泥巴封口。这并不是普通的泥巴，而是来自附近的蚂蚁窝。这些泥土粘度大，有很好的密封性。接下来就是加热蒸馏，这一罐要持续加热8个小时。蒸汽通过管道进入装满水的水箱，冷却后的蒸汽就成了酒。不过现在的酒精含量还比较低，他们会将其从新倒入锅中，然后再蒸馏7个小时。就这样经过多次蒸馏，就得到了腰果酒。腰果酒的酒精含量大约在40%左右。他们还会通过观察酒花来判断腰果酒的品质。如果气泡很大并且可以快速散开，就说明这次的酿制非常成功。这种酒在印度十分受欢迎，他们认为只有这种用脚踩出来的酒才最好喝，那叫一个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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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。小伙有车不坐，偏偏拿着摄像机钻进了后备箱，拍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小伙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车的后备箱，每次开车经过这个路口，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。
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。即便手动关闭，它还是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动打开。但除了这个路口外，后备箱一切正常，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。大叔觉得这里可能发生过事故，自己一定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，越说越害怕，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聊。第二天，摄像小哥直接钻进了后备箱，准备全程拍摄，想看看后备箱到底是怎么开的。接着开车经过路口，录像显示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，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。真的是奇怪，大家觉得应该是后备箱机械锁出了问题，来汽修店一通检修，发现机械锁是好的。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？大家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开车经过这个路口，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，所以这肯定就是大叔车辆自己的问题。最后大家来到 4S 店，师傅发现车辆安装了后备箱远程遥控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。师傅说，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遥控频率一样的话，开车经过后备箱就会被打开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。经过专业设备的搜索，还真找到了与遥控器相同频率的设备，就是路口这家店的感应门铃。大家拿感应门铃测试，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。这时专家又说了，想要打开后备箱，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，还需要设备间的密码都一样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，所以每次经过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。至此谜团解开了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去更换遥控器密码就好了。